上一期中说到，醉酒的凯多用热息袭击了山治等人，又在路上袭击了小玉和斯皮德，这下子终于惹怒了路飞。路飞不顾作战计划，冲进简陋村与凯多展开大战。然而凯多不愧为四皇，功高血厚，路飞四党一顿猛烈操作，大招不断招呼到凯多的身上，却连凯多的表皮都没有攻破，仅仅是给凯多醒了酒而已。凯多完全清醒后，一招雷鸣八卦将路飞一击秒杀，打得路飞失去意识。你说你要成为什么王来着，小鬼？凯多见路飞已经无力还嘴，确实是失去了意识。他将狼牙棒扛在肩膀上，晃晃悠悠地转身离开。他相中了路飞的能力，虽然极恶时代这些小鬼对自己来说都弱的一批，不过与同期海贼相比，还是比较不错的战斗力，留他一条性命，将来如果能归顺自己，为自己效力，倒也是个不错的事情。临走前，凯多交代手下们将路飞捆起来丢进监狱。小喽啰们领命后围在路飞身边，七手八脚的去抬路飞。昏迷不醒的路飞大概是本能反应，感知到了有人贴近自己时，突然爆发出霸王色霸气，将小喽啰们震翻在地。凯多一愣，转过身看着完全没有意识的路飞，嘀嘀咕咕说道：“你也是吗？和记得那小子一样，都是霸王色。不过这片海域不需要那么多的霸王。”凯多说完，化身成为巨龙，飞向天空，一边抱怨被路飞打得醒了酒，一边加速去奔赴下一场酒局。旁边一直看热闹的阿修罗童子都傻了，因为他曾经看到光月玉田也用过和路飞同样的招式，而且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子还是在昏迷的情况下使用的这招霸王色，实力非同一般。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凯多离开后，霍金斯招呼手下们给路飞戴上了海漏式手铐，将他抓了起来。分派出去搜捕罗的手下们跑回来向霍金斯报告，附近都没有找到罗的身影，大概率是跑远了。霍金斯沉思一下，反正抓到草帽路飞就行了，罗那个家伙可以暂时放过他，不过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的便宜他了，必须制造点麻烦给这个家伙才行。挨了霍金斯一钉子的罗拖着虚弱的身体跌跌撞撞的一路跑出好远。海漏式的钉子听都没听过，哪里会有变态会制造这种东西啊？罗看到追兵没有追上来，停下脚步查看伤口，除了自己的伤痛，罗更担心船员们，挨了凯多那么一下，恐怕是凶多吉少了。霍金斯的手下们把路飞锁起来后，一路拖行，向囚犯监狱奔去。当天，路飞大战凯多的消息就随着和之国的号外传遍了整个国家。隐藏在民间的弗兰奇、乌索普、罗宾相继收到这一消息。本来大家看到路飞来了都很高兴，仔细一看号外的内容，所有人都变了脸，五官夸张的扭曲在一起。与大家走散的索隆此时正乘坐不知道去哪里的水上游船，悠哉悠哉的吃着寿司，喝着酒。看到号外后，将嘴里的酒和芥末直接喷了出去。我丢，路飞这个混蛋到底在搞什么呀？警卫们偷偷溜回简陋村，躲在暗处看到了自己的妻子阿赫。没想到过去了20年，阿赫依然不减当年的美丽。简陋村被阿修罗童子洗劫一空，这回遭到了凯多的攻击，很多人受了伤。阿赫与其他的村民一起救助伤员，警卫们忍住了冲出去和阿赫冲锋的冲动。此时还不能与阿赫相见，他要等到完成玉田遗愿了之后，才能与阿赫再次相见。这时候，阿修罗童子骑着黑牛从警卫们身后飞驰而过，警卫们转过头，一眼就认出他来。20年前与自己一起效忠玉田大人的武士之一，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小菊和警卫们分开后向山上奔去，他远远地看到一缕黑烟，暗道一声不妙。跑到近前之后，小菊惊讶地发现山顶被凯多攻击过的地方原地出现了一个深陷地下的深坑，所有人不知所踪。小菊尝试喊了几声，深坑中传来乔巴的回应声。小菊来到洞口，向下一望，山治等人以及罗的船员都毫发无损地站在里面，由毛皮强化的乔巴驮着，大家都相安无事，丝毫没有受到凯多攻击的影响。事情还要从几十分钟前说起。当凯多对准玉田城这边发动攻击的时候，熟女忍者小忍使出了自己的鼠鼠妖艳之术，地面突然如同融化的蛋糕一般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所有人随后掉入其中，躲开了凯多的热吸。小忍这一招大概也是某种恶魔果实的能力，他触碰到的所有东西都会瞬间成熟腐烂。再看小玉这边，被凯多袭击后，小玉和斯皮德神奇的分开了，不过他很幸运，身上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而且还遇上了全蓝公爵带着的火枪队。火枪队将小玉救起，看到小玉身上的伤，大家心中腾地升起一团怒火。凯多这个混蛋居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这里是和之国的囚犯监狱、囚犯采石场、兔井，是强制犯人劳动的武器工厂以及采掘场。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每天都被强制做大量的体力劳动，只有一个犯人除外，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单人间，总是把自己藏在黑暗之中。看守们都不知道这个家伙长什么样子，也没人去强迫他出来工作。上面只给看守们一条指令，每天给这个牢房中的犯人一条毒鱼，一定要把鱼骨剔除。为什么要剔除鱼骨这么麻烦？
一些新来的看守不知道规矩，老看守告诉他说，往这个监狱里投放毒鱼，是为了用毒鱼处决这个人。但是里面的人每天一条毒鱼，居然吃得有滋有味，而剔除鱼骨，那是因为……看守话没说完，兔井的大门被打开，这两个看守因为好奇，丢掉手里的毒鱼，跑去围观。毒鱼被牢房里的犯人摸过去，塞进嘴里。兔井门外，一大群看守押解了另一个重犯走进采石场，采石场内的看守围了上去。这个新押进来的犯人，他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从号外上已经听说这个小子的大名了。在酒里和凯多大人对打，结果被一击秒杀的草帽。路飞的脑袋被纱布包扎起来，身体也疲惫不堪，但是他的双眼依然炯炯有神，带着不服输的劲头。看守们围过去，发出嘲讽和鄙夷的声音。一个看守要上前教训一下路飞，突然从牢房里飞出一条鱼骨，直接刺穿了看守的脖子。看守哀嚎一声，倒在地上。其他的看守围过去一看，埋怨道：“都告诉你了，把鱼骨剔除才能给那个神秘的犯人送过去，否则的话，他是会用鱼骨杀人的。”路飞被连拖带拽丢进了另一间牢房里。看守们戏谑地说道：“好好珍惜今天吧，明天开始就是地狱了。”其实对路飞来说，明天才是修行的开始。凯多这是在给路飞制造变强的机会呀。这间牢房是个双人牢房，牢房里同时关押着另一个和路飞一样爱惹是生非的家伙，他就是饥饿时代另一位超新星万磁王尤斯塔斯·基德。路飞和基德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接着两人互相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叫出声音：“是你小子！这就是所谓的新世界再见吗？师兄弟就一起坐牢。”和之国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这里是伟大航路克拉伊卡纳岛，西斯凯阿尔王国遗址，王下七武海鹰眼米霍尔的老巢，也是佐隆曾经修行过的地方。与鹰眼同居的是一同居住的幽灵公主佩罗娜。从2年前开始，佩罗娜就寄居在这里，这2年来长得越发成熟美丽。这天早上，鹰眼一如既往地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佩罗娜拿着亲手做的甜甜圈来找鹰眼，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头版头条，那是关于自己的前任老大月光莫利亚的新闻。早在2年前的顶上战争，莫利亚就被爆出惨遭世界政府的杀手暗杀的新闻。事实是，多弗朗明哥在干掉莫利亚之后，莫利亚从顶上战争的战场神秘消失，之后一直销声匿迹，生死未卜。这条新闻报道了莫利亚和他的僵尸军团重新发起袭击事件，证明了莫利亚确实还活着。佩罗娜激动得泪流满面，随即跳起舞来。虽然莫利亚这个人不怎么样，但他对属下确实很好，也因此深得属下们的拥戴，对他忠心耿耿。佩罗娜一边大哭，一边指着报纸，激动地向鹰眼告知了这一条消息。鹰眼冷漠地说道：“我看过了。”佩罗娜大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笨蛋！”如果莫利亚还活着，那么他的左膀右臂变态狮子和狮子嘴隐形人一定会去找他的。佩罗娜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自己也要立刻赶回到莫利亚身边。莫利亚个人组重新集结。佩罗娜转身向外走去，刚要迈出房门，突然回头看了一眼鹰眼。2年了，这2年来的日夜相处，两人多少有些感情。佩罗娜有点舍不得丢下鹰眼，二人像往常一样拌了几句嘴。佩罗娜整理一下自己的衣物，下定决心离开。鹰眼平静地说道：“随你高兴，路上小心。”佩罗娜突然泪奔，实在是太温柔了。你这混蛋怎么可以说这么温柔的话？这么温柔的男人怎么舍得离开？佩罗娜一边擦眼泪一边说道：“2年来，谢谢你的照顾了。”鹰眼依然面无表情，埋怨佩罗娜太吵了。不过这个时候离开应该是最明智的事情。佩罗娜停止哭声，等待鹰眼接下来的话。鹰眼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一片荒芜，陷入沉思之中。马里乔亚此时正在举行世界会议，各国的国王提出了一个奇妙的议题，是什么呢？我们下集见分晓。镜头一转，来到了许久不见的黑胡子这里。这里是新世界的海贼岛蜂巢，海贼们的乐园，也是四皇黑胡子的大本营。今天又是无所事事、吃喝玩乐的一天，海贼们在这里喝酒打牌、搞女人。突然，一艘海贼船靠岸，一大群僵尸涌上蜂巢岛。你们把我的狮子嘴小老弟藏在哪里了？来者正是原王下七武海月光莫利亚，他带着僵尸军团袭击黑胡子的地盘，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救回被黑胡子海贼团绑架的那个隐形人狮子嘴兄弟。作为老大，莫利亚是相当讲义气的，为了救出同伴，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袭击四皇。莫利亚的僵尸军团冲进岛上，见人就咬，海贼们举枪一顿射击，发现子弹对僵尸根本没用，海贼们顿时乱作一团。巨大的莫利亚一把抓起一个海贼，瞪圆了眼睛吼道：“我的阿萨姆奶茶，哦不是阿布萨洛姆，被你们藏在哪里了？”小喽啰慌得一批，莫利亚一把将他丢出去，大喊着：“让你们的老大蒂奇出来见我！”此时，黑胡子蒂奇正躺坐在房间里观看监控录像，左右美女相伴，手中端着美酒。他一脚踩碎了桌子，哈哈大笑：“来得好，莫利亚！”
莫利亚在岛上大吵大闹，惊动了另一号重量级人物黑胡子海团4号船船长恶政王阿巴萨皮萨罗。他一边吃瓜一边看热闹一样的看着莫利亚发飙，这小子谁呀？什么来头？属下赶忙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皮萨罗嘿嘿一笑，继续吃瓜。黑胡子的干部们都没有理会莫利亚，把他晾在一边。莫利亚四处大闹，突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声音，抬头一看，自己的属下阿布萨罗姆就在不远处搂着美女向他招手。莫利亚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太好了，原来你还活着呀！黑胡子居然没有为难你。阿布萨罗姆比出大拇指，生龙活虎，身体倍儿棒，还在泡美女呢，好得很。莫利亚高兴地阻止了僵尸们，把僵尸们驱逐回船上。接着他一脸严肃地看向自己的老部下，说到黑胡子海团，这可是个有名的能力者猎人组织，你的透明果实能力是很多人都想得到的能力。阿布萨罗姆突然露出阴险的笑容，这个我也知道啊。莫利亚眉头一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只闻其声却不见其人。接着刀光掠过，莫利亚身边的椰子树和僵尸们被看不见的人拦腰斩断。我丢，怎么回事？一个隐身人冲向莫利亚，一刀砍伤了莫利亚的后背。是谁？在哪里？莫利亚慌了，难道除了阿布萨罗姆还有人会隐身？来者慢慢显现出身形，是黑胡子海团2号船的船长，前任推进城看守长宇智细流。你知道我吗，莫利亚？莫利亚定睛一看，我当然知道你，倒戈到黑胡子这边的推进城走狗。宇智细流叼着雪茄，嚣张地回应道：没错，我的能力怎么样？帅不帅？莫利亚一愣，转身看向身后的阿布萨罗姆。隐身果实，那是阿布萨罗姆的能力。恶魔果实的主人死了之后，果实能力就会刷新。莫非？你猜对了，莫利亚，我可是得到了不得了的能力呀！宇智细流收起砍刀，冷漠地说道。莫利亚身后的阿布萨罗姆突然尖笑起来，接着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长相十分凶恶的女人。黑胡子海团6号船船长月牙猎人卡特琳娜·戴鹏，她的能力是全权果实幻兽种九尾狐形态，能力未知，大概可以变成他人的样式迷惑别人。戴鹏指了指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对莫利亚说道：听说你很喜欢尸体，阿布萨罗姆的尸体就在那里，你要趁热打包带走吗？莫利亚十分愤怒，面对2个变态级人物，他丝毫没有畏惧，反而因为部下的死而蓄满了怒气值，大吼着要黑胡子海团一锅端了。戴鹏和宇智细流同时拔出刀来，做得到的话就来试试看吧。3人蓄势待发，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时躲在房间里的黑胡子打出一招震荡波，整个蜂巢岛都在震动。黑胡子通过喇叭喊话莫利亚：你小子可不要打乱岛上的风气啊，这里是海贼团乐园，开开心心才有意思。莫利亚大吼：黑胡子，你敢出来和我一战？黑胡子摘下墨镜，2年后第一次现出真身，这就是黑胡子海贼团提督，悬赏金22亿4760万，4皇马歇尔蒂奇，人称黑胡子。坐上4皇的位置后，黑胡子越发霸气，长相越来越靠近黑胡子的原型，曾经威震整个大西洋沿岸的著名海贼爱德华蒂奇。有意思的是，漫画中黑胡子成为4皇后的第一次登场的时间，正好就是300多年前爱德华蒂奇战死的日子。你也喜欢派对吧，莫利亚？喜欢的话就上我的船吧。刚刚还无所畏惧的莫利亚看到黑胡子之后，浑身发抖，冷汗从额头上流了下来。你看过今早的报纸了吧？世界会议第4天，革命军的军长们为了夺回暴君熊，在圣地玛丽乔亚和海军大将绿牛藤壶打起来了。在世界的另一座舞台上，是怪物凯多居住的和之国。以草帽路飞为首，新时代的那些学习阵亡的小子们聚集在了岛上，而追在他们身后的还有疯子海贼4皇大妈。你觉得世界会怎么样的，莫利亚？强者们的王座争夺战已经开始了呀！我是谢木君，咱们下期见。